在过去的1年里，我们的节目收到了数以万计的照片投稿啊，没错啊，您没听错，就是数以万计的。因为我们每期节目单一平台在视频回复下方就有上千张的照片投稿。现在每期节目的开头呢，我们都会选出20多张照片放在节目开头的摄影环节当中。这1年多好几十期节目下来，也选出了小1000张照片了。于是我跟孟奶就琢磨，干脆咱们做一期摄影聊天节目吧，也不能说点评啊，就是把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中的一些感悟、一些想法和一些能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在这期节目里呢跟大家聊聊。而且我们还想把这个节目呢也做成1年1期的节目，就像我们每年年底的相机评选节目一样。所以在此非常感谢能参与这项活动的摄影朋友们，由于你们的参与，将会带动更多的人喜爱这项活动，然后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所以别忘了给我们的节目来个点赞和加关注啊，尤其是加关注，因为这样的话呢，会让更多的朋友能看到我们的节目，能吸引更多的朋友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我是大吴，我是孟纪元。孟导呢，老观众应该比较熟悉了，之前就出镜一块做过一期央视导演陪我们聊摄影的节目。在那期节目中呢，就聊了很多关于摄影的干货。如果没看过的朋友呢，看完这期呢，可以去看上期节目。孟导呢，平时的工作是非常忙的，他是央视的纪录片导演，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拍摄工作要做。这次呢，非常感谢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咱们一起来做一期摄影聊天节目。我非常愿意，也非常荣幸的能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那么这次呢，我们就分了几个环节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我们有构图环节、色彩环节、人文微距静物发现，还有耐心环节。那咱们先说构图啊。那构图在摄影创作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在挑优秀照片的时候呢，要求并不严格啊，只要能看出作者有一份严肃摄影的态度啊，能带动更多的朋友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我们就会把这张照片选上，大概率就能选上啊。这个构图呢，说起来是一个包罗万象、很繁杂的一个学科，里边比如说构图的类别也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讲，你只要记住2类就行了。那么第一类就叫对称式构图，第2类呢就叫不对称式构图。那么我们也可以叫它均衡式构图。那我们先说呢，对称式构图。对称式构图最重要的2个元素，第一是横平竖直，第2呢就是上下左右对称。那么一般呢，我们是把主体放在画面的正中央，然后呢非常有形式感。但是呢，对称式构图呢有它的问题，因为呢，第一它容易显得矮板，然后缺少变化。那么呢，于是人们呢就去探讨其他的方式。那其他是什么方式呢？那就是一种我们暂且归纳为叫均衡式构图。画面的主体不是在正中央，它可能是偏向一边，或者偏向上、偏向下。但是呢，它是通过画面其他的元素来去校正它的这种画面的重量、重心的倾斜问题。这个我们只能是这么笼统的来讲这些事儿，因为其他的包括你要细讲什么圆形构图啊，你包括达芬奇的那个岩间圣母的那种叫金字塔式构图啊，就是你这么细分起来很多，但是我觉得初学者不容易记住。那这次孟导呢，在构图方面呢，就化繁为简，把构图呢就大概分成2类，一个是对称类构图，一个是均衡类构图。那咱们先说对称类构图。在我们的照片投稿里啊，有大量的海面呀、地平线呀、城市啊这样的照片特别多。很多朋友看到美景之后呢，就拍下来，它的景色确实非常美，但是拍的时候呢，它就是不注意这些横平竖直的关系。那于是呢，我们就挑了一些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作品。比如说现在看的这张海的照片，它的主体呢其实就是海，你可以把海平面跟海浪看成一个主体，那么它就在画面的中间。那如果再细的拆分呢，很明显可以看到海平面和海浪又可以算是1/3构图啊。这些东西呢不用太较真儿，但是可以看出来作者对这张照片的严谨，就拍摄的时候的严谨性。还有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它也是一张非常典型的左右对称式构图的照片。虽然说很多人不知道他拍的是什么，但是这个并不重要。还有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它也是典型的左右对称式构图啊。虽然说它拍的黑了吧唧的，但是无所谓。这张照片里呢，还蕴藏着一个马上后面要说到的构图方式，就是它是通过控制灭点来关注拍摄主体的这么一张照片。上面这些照片呢，我们聊的都是对称式构图的水平关系问题，但是这些呢都不是绝对的，它只是推荐给大家一种训练方式，它很基础。
但是对摄影水平的提高呢，肯定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大家都懂啊，越是高深的武功，越要从基本功开始练起。那下面咱们再聊一下均衡式构图。均衡式构图呢，它跟那个我们前面讲到的对称式构图呢，恰恰是相反的。啊，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对称式构图里讲到，画面的主体一定是放在正中央的，而均衡式构图呢，恰恰跟它反着，它不能放在中间，它应该是在画面面积的或者偏左，或者偏右，或者偏上，或者偏下。比如说现在这张照片，大家一眼看到呢，先是颜色比较重的树枝，就是这个照片的主体，它的重心稍微往右一些。但是作者呢，他又在远处安排了一个浅色的楼房，还有小人儿，还有画面左下角的这个井盖，这些元素拼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张照片它并没有往右倾斜，也没有往左倾斜，还是很协调的，就是比较均衡了一下，就是比较均衡。还有下面这2张照片啊，这张照片也比较有意思。其实它也可以说是利用灭点或者消失点构图的一个方法啊。当然了，孟导已经把这些化繁为简的都给它统一到了均衡式构图里边。那这里说的什么叫灭点呢？什么叫做消失点呢？就是在画面中其实是平行的这种透视关系线，但是在远方呢会汇聚到一个点，那么这个点呢就是灭点，也可以叫做消失点。你看这张照片，它的灭点呢正好还要处在了黄金螺旋线上。那这点呢，可能是作者通过2次构图啊，通过裁切啊，又裁成一个方片。那总之能看出作者创作的小心思。还有下面这张照片，他拍的是一个桥，但是他拍这个桥的时候呢，并没有把桥放在画面正中间，它是偏左的。但是通过画面的引导呢，通过这关系线的引导到一个远方螺旋的建筑，然后这个螺旋的建筑呢，又引导到铁塔。这张照片虽然说它也不是左右对称式构图，它画面中的元素呢有稍微偏左一些的，有稍微偏右一些的，但是它依然达到了一个画面的重心平衡。来吧，下面我们看看这幅作品，这不就是一个扫街照片吗？你说的很对，但是呢，我认为它恰恰是一张能解释这种均衡式构图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因为你看我们的画面主体呢是这个工人干活啊，这个主体它是在画面的右边，但是你注意到没有，那个画面左边的那个小人，恰恰是这个作者的用心所在。还有这个路牌，对，他用这个路牌和这个小人很好的平衡了这个画面的失重问题。我们会看到，如果没有这个路牌和这个小人呢，我们的画面就会往右倾斜，视觉重心就会往右倾斜，往右下坠。但是呢，它又不是说机械的平衡。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理解中间的这个车，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杠杆的一个支点，其实这个支点也不是在画面的正中心，对吧？它也是偏右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从这个杠杆的支点到画面的右边，它这个臂是短的，而从这个杠杆的支点到画面的左边的这个小人，它的这个臂是长的。它由于它这个臂长，所以很好的校正了这个失重问题。明白，使画面呢达到了一个视觉的平衡。明白，所以这张照片呢是一个很好的去聊均衡式构图的一个范例。而且非常直观，就是大家一看就能明白。那下面咱们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不但是均衡式构图的范例，它还是一张在烦乱中有秩序的优秀作品。我给大家标出几个辅助线啊，你比如说这2条辅助线，它居然是平行线。再看这2条辅助线，它也是平行线。没错，它通过画面中各个物体的连线来创造秩序，而且这张照片还有水平和垂直的关系线，让这张照片看起来虽然说烦乱，但是它依然是工整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虽然说它没有什么主体，但是它本身的光影、景物，这张照片它本身就是主体。构图方面咱们就聊这么多，下面咱们聊色彩。色彩的表达呢，也是摄影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吧？无论是前期呢，还是后期呢，很多朋友都愿意在色彩上花大功夫。像我们ZPH创立初期呢，我都是自己拿着手机去瞎拍些照片，很多节目呢都是2台手机的对比视频。于是呢，在摄影环节呢，我并不想让大家过多的讨论器材，讨论器材呢，可以在对比环节，摄影环节呢就聊摄影本身。所以我就会做后期啊，把照片改得面目全非，再加上我的性格比较暴力啊，那照片的颜色会非常的重。但是照片的色彩呢，并不是说重就是好，或者说淡雅就好，它们有各自的好。就色彩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的主观因素会更多一些，所以色彩很难讲。我们还是说，删繁就简
把它归为2大类。OK， 那么一类呢，我们把它暂且叫成夸张的，释放啊。然后还有一类呢，我们可以把它叫成克制的，内敛的。明白。我觉得这样的话，跟我们的大家交流起来，可能理解起来会更直接一些。没问题，好吧？我们还是拿作品说吧。行，那咱们先看第一张照片。那么这张照片呢，明显它在色彩上就是比较鲜明的。那当然了，这个场景也需要鲜明的色彩来表达。那作者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他现实的色彩可能没有这么的分明啊，他也许通过加减曝光的控制啊，或者后期的调整啊，把他愿意传达的东西，他准确的传达出来。其实这是作者当时心里看到，并不是他真正的现实的眼睛看到的色彩，他把他心里的色彩成功的表达了出来。那再看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同样是非常绚丽的。我觉得这张照片也是需要用夸张的色彩、释放的色彩来表达当时作者看到的心境及他的态度。来吧，我们再看这幅作品。但是这张照片跟前面比，它的色彩冲击力已经稍微降一些了。这个其实我倒觉得恰恰是这个作者的用心之处。没错，虽然它的背景呢是黄蓝，但是我们能看到它黄蓝的这种撞色呢，就像你说的，它已经有意识的控制、收敛了。那他这么做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更强烈的突出主体，这个鸟本身黄蓝颜色更强烈的对比，突出主体，然后呢突出视觉中心。它就是在这种统一上又强调了一个层次感。这样的话，我觉得观看视觉就有层次了，而且呢画面上呢也就不那么乱了。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处理的话，本身这个鸟位置很小，如果从那种光的明度来讲的话呢，它又不是很突出，所以它就容易混为一谈，你知道吗？明白。它这样的话呢，它有层次感的来讲的话，就是突出主体。那下面呢，再看一张控制颜色的优秀作品。这张作品呢，作者应该是在阴天或者大雾天的时候拍摄的。其实如果这张照片它要是在晴天、大蓝天的时候拍摄，是没有这样的效果。它可能是直接拍的时候就通过加减曝光啊，就是通过加曝光啊，让背景过曝，失去细节，然后突出树枝和树枝上的这些小鸟。比较淡雅啊，比较淡雅。你看咱们聊的这个顺序就是从猛烈到淡雅，这么一路聊下来。下面我们来看呢这2张作品啊，这2张作品我们一看呢，它都是表现的是森林，对吧？然后呢雾气，这2张作品我觉得可以很好的解释我们说的这种色彩的控制，色彩的内敛，能让你的心静下来，会让你沉下来，去更多的去思考一些照片背后的东西。对。那我们再看这第2张作品，第2张作品其实它表达的也是一个森林，对吧？这个作者有意识的把它处理成剪影。包括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地面，包括这个人，其实我们的肉眼在当时的环境下是能区别出它的色彩关系的。如果说树的细节跟地的细节过多的话，那就抢了，它那个画面整体的那种氛围就不存在了。对，其实这种隐去细节呢，并不是说是在后期的时候涂抹，其实它就是很好的用色。其实它还是通过控制颜色，还控制颜色的明度、亮度来达到他想表达的东西。这也是用色方面的一张很有典范的一张照片，对吧？是。那下面咱们开始聊人文。人文照片呢，也是投稿里的一个大项啊。但是我们碍于肖像权的问题呢，确实很少选人文照片出现在节目里。不过还是有不少优秀的人文照片，也可以规避肖像权的问题呢。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挑了出来。每一张人文照片的背后呢，都蕴含着丰富的故事，还能启发人们的思考。当然，照片中蕴含的故事呢，还是要根据观看者个人的经历和他自己的一些过往去读懂这张照片中的故事。譬如说，咱们看第1张照片，在照片里呢，就反映了一个窗户，几个男孩呢一起在往下看，而且一边看呢还一边交流。那在我眼中呢，可能就是觉得他是不是看到楼底下的漂亮姑娘了？他们在讨论啊，或者说楼底下有人打架呀什么的啊，这就是根据个人的经历来解读了。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停留几秒啊，想想当年的自己，想想当年发生的事情。再看这张照片，几个人过马路啊，中间这个人呢还戴了一个大口罩。但是我第一眼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呢，是想到的是甲壳虫乐队。但是有一些特殊时期经历的朋友呢，可能会想到当时的一些特殊的情景啊，街上没有人啊，所有人上街都戴口罩啊。
哎，这就是观看者他根据自己的过往来去总结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那我们来看这张照片。这张我是特别喜欢的一张照片，它的画面主体呢其实就是一个人和一个鱼，但是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其实这个人正在看着地面上这条死去的鱼。我仿佛也能看到他的表情。这就是这张照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你能从这个画面当中感觉到这个人面对着这个鱼，这个人被触动了。这个人呢，他在那儿去沉思，他在那儿去联想。那至于他联想的是什么，或者说他沉思的是什么，那我们每一个观者看到的话，答案是不一样的。没错。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的主体呢，也是一个鱼和一个人。这张画给我的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想表达的，就是说对于一种生命的麻木。我不知道这个作者是不是也是说，就是想让你们看到这个东西，看到这东西什么就警醒你们，提醒你们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拍摄人文照片是需要作者有一定观察能力的。那说到观察能力呢，拍摄静物还有微距也是需要观察能力的。那么下面呢，咱们先聊聊微距。微距摄影的投稿呢，在咱们节目中也是非常多的，这可能跟现在的手机微距能力都比较强有关系，是吧？手机的这个功能现在越来越强大了对。微距照片呢分两种一种呢就是交代环境交代的比较好的，就是镜深比较深的照片；还有一种呢就是浅镜深的微距照片。那咱们先看第一张照片，一个小屁虫在花上站着这张微距照片呢就很好的交代了被摄的主体和它所处的环境。下面的照片也是如此，把甲虫栖息的环境都拍出来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自然类的微距摄影作品。还有现在看到的蜗牛，它们都是很好的控制了镜深的微距作品，整个蜗牛都是清晰的，而且也交代了蜗牛栖息的环境。然后呢，另外一种的微距拍摄呢，跟刚才你讲的那个恰恰相反，它呢用一种前景深来表达主体，然后让那个主体呢更清晰。譬如说这张蜘蛛的腿，它的腿上的毛都看得非常清楚还有这张蜘蛛的大眼睛看着炯炯有神，它得盯着你。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要在已知的领域呢重新去发现沙粒放大万倍，它也是山河呀。这句话说得太棒，没错，这就是微距摄影的魅力。是，像孟导刚才提到了，在已知的领域重新发现。那么下面咱们看看优秀的静物照片。在我们节目投稿中呢，也有很多静物照片，它们都是围绕着生活拍摄的，拍摄都是生活中的小物件，能看出作者的小心思和他们有趣的灵魂。你比如这张照片吧，我就觉得这个作者呢，他很用心，把这个面包和热狗呢变成了一张有意思的脸，来变成了一个有意思的作品。确实挺有意思的。对对对，那这张也是一样的，就是辣椒司空见惯。对。但是呢，他很用心，他用这个辣椒呢，组成了一个他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个心中的这么一个图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呢，第一是非常用心第二呢，他的观察能力是非常细腻的。对，就是您刚才说的，在已知的领域重新发现。是，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摄影作品。还有这张照片我也比较喜欢，一个傲娇的小蘑菇咱们在走路的时候，尤其下完雨，总能看到什么狗尿苔或者小蘑菇这样的东西。但如果你不仔细去看它们呢，你怎么能发现这么一个双手交叉抱着胸，昂首挺胸，这么傲娇的一个小蘑菇呢？作者就发现了，他善于观察生活中的这些有意思的东西，他还把它拍了下来。这个东西呢，就是更说明了一点，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从人文摄影，还是到这种微距拍摄，还是到这种静物拍摄，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那下面咱们来聊发现。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呢，对于喜欢摄影的人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咱们下面就看看在发现方面做的比较突出的作品。比如说第一组照片，就是天上的月亮和当时你遛弯走路的时候看到的一些什么塔吊或者电线杆子的组合。有心的人他就会通过机位把这些组合起来，然后拍出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来给大家分享。你看我拍一张很好玩的照片也许朋友说哟，你拍的真好。这些东西都是给生活增添乐趣的。还有下面一张照片，在画中的老摄影师，一个大摄影师和一个美女摄影师在这个空间相遇了。当作者看到的时候，就把这张照片拍了下来，是不是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小孩也是画中的小孩，
小孩非常大啊，拿着放大镜再往下看，看的是现实生活中的自行车还有摩托车。他也是通过空间的搭配拍摄了一张非常有意思的照片。还有下面这4个小鸟，它们相互靠在一起打瞌睡，还有墙上的这些画得非常可爱的猫咪和窗户中真实的猫咪同框。像这样的照片让人看着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如果当时你的情绪不高的话，你看到这样的照片应该会为你添加几分喜悦的情绪吧。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我们走过橱窗，然后呢我们坐在玻璃前面吃东西，都会看到这种司空见惯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作者呢很有意思，他很用心，他把它记录下来了。我想他传达的是一种真实的世界和镜中的世界，虚的实的，然后呢我与世界他们之间的一种相互交融和交互。对于别人来讲的话是司空见惯的东西，而对于一个摄影者来讲的话，你的眼光就应该有独到之处，发现别人不被发现的东西，或者说别人忽略的东西，而变成你的主题。明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还有这张的话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看它就是河中的草，还有一些垃圾。但是呢，在这种创作者的眼中呢，它就完全变成了色彩、线条。就像莫奈的睡莲一样，他完全就是印象派的画作。没错，创作者的眼中呢，他换了个角度看世界，那世界就不一样了。明白。而且我还觉得这张照片有一个高的地方，就是他故意把自己的倒影也拍下去，因为这是个桥嘛，他可以去桥的另一边拍，但是他为什么非要选择到这边来，把自己倒影也拍上呢？让人一眼就看出这是河底呢？我感觉这就是他高的地方。我在我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我在我才有这个世界，我不在了这世界就不存在了，它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没错，这也是咱们喜欢这张照片的原因。对。那说到发现呢，发现器材的功能它也是发现。你看现在的手机摄影，它的功能非常强大，什么慢快门啊、长曝光啊，很多手机都有。你看现在这组照片就是在夜里用手机的长曝光功能，你就举着拍就行，这张照片都不用三脚架。这人你举着拍，前面那个人拿着一个发光的东西，可能也是另外一台手机的那个后面的闪光灯。你只要挑一个有银河的地方，然后让那个人写字儿，就可以拍摄出一张这样的作品。那这个呢，它也是发现的过程，它发现了相机的功能发现了你我之间可以完成这个工作，可以达成这个配合来拍摄这么一个作品，它是很有纪念意义的。还有下一张照片。只要你能知道北极星在哪儿，然后你又发现一棵树，你站的位置，这棵树的树顶正好怼着这颗北极星，然后你支起三脚架，只要打开长曝光慢快门功能等个20分钟，这张照片就拍出来了。在每期节目里我都会说，希望您能参与到摄影中来，希望您能发现身边的美好，希望您能热爱生活。那看完上面这些照片，您有所感悟了吗？那下面咱们聊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摄影中的耐心。在我们的照片投稿中呢，有很多飞机和飞鸟的照片，这些照片能看出来，作者肯定是前期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飞机的照片，而且呢，在现场呢也要不停的拍，还有这些飞鸟的照片，对吧？就是这些照片呢，我们看似是偶得，好像说，我正好赶上了，有可能。我相信这里面有可能，但是可能更多的。我觉得就是作者他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就是无数次的去重复这个动作到那个地方。我们又回到一个问题了，刚才你讲到的就是说，其实创作是应该很孤独的一个过程。另外呢，我觉得创作呢还应该是一个很较劲的过程。您一说这，我突然想起来了，您上次跟我讲过一个您跟动物园较劲的。那个是这样，就是我去年年底的时候，为了试一台135相机135胶片相机，你又买了台新相机呗？我喜欢，我就第几台了？有10台了吗？不止吧？是不是又是老的那种？对，老胶片相机都磨的都差不多。对，老胶片相机看着骚。我就去动物园，以后呢，它那个馆很大，像体育馆一样，然后呢，里面有一些假石头和一些枯树枝，供那些飞鸟来落。当我那天进去的时候呢，我觉得一下被那个画面震撼了，因为那天呢太阳已经落山了，然后呢那个天光非常均匀的洒下来，我看到的那个树干像那个白骨一样，那种惨白的。然后呢上面呢落了几只白色的鸟，而且呢那几只白色的鸟落的那个位置就像摆拍一样，特别经典。拍了好几张回来以后呢，我冲出来一看以后呢，
气氛也对，构图都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底片太小了，我就是又拿着大家伙去了，就想拿大底去。然后呢，我从6:6到6:9到6:17到4:5，我整个拍了一遍。虽然拍下来了，但是呢，你总觉得离你心中的那个画面，离你第一次拍摄的那个135的那个画面传达的那个情感和氛围，我觉得还是有距离的。所以其实这个活动我目前还在一直持续当中啊，还在持续当中。那这个他也许能拍出一张比您第一次看到的景象更好的，那当然是更好了，那当然更好了。但是我就觉得说，我们每一个创作者，只要你喜欢，首先第一，我强调你一定要喜欢啊，你只要喜欢的话，其实你不觉得累。然后最重要的是，想拍出好照片，就像刚才你讲的那样，第一要有发现的眼睛，第二要有坚持的耐心，我觉得就可以了，就一定能获得一张好照片。那么本期呢，我们聊了几个环节，有构图，有色彩，有人文，有微距、静物发现，还有摄影耐心。哎，是不是少了人像环节呀？那是因为肖像权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的投稿中呢，也确实有很多人像照片，但是就是碍于肖像权的问题，我们没法把它挑选出来放到节目当中。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在你们上传照片的时候，一定要注重肖像权的保护啊，尤其是儿童的肖像权。摄影是技术的沉淀，也是情感的释放。从构图的巧思到色彩的碰撞，从人文的故事到微距的奇观，从静物的诗意，再到发现的惊喜，再到耐心的沉淀。摄影是一个过程，它让我们学会了观察，学会等待，学会在平凡中发现不凡。无论你是手持相机，还是只用一部手机，还是无人机，摄影的本质不会改变，它是光影交融的表达，是时间的切片。当你按下快门时，别忘了，你记录的不仅是画面，更是此刻的你自己，是你活过的足迹。照片不会说，也不会动，但是照片更长久。器材虽然分好坏，但是摄影不论器材。希望您能参与到摄影中来，希望您能发现生活的美好，这是我们在节目中反复强调的。那么欢迎收看 ZPH， 我是大吴，我是孟纪元，别忘了给我们节目来个点赞和加关注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